我直接说了，以后你们家陪嫁的车不要少于50万，少于50万的我不开。相处2年，他一直表现得谦逊有礼，三观正直，他怎么会突然说这种话？那你们家彩礼打算给多少？我们那儿都是给3万，顶破添了5万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家最多只出5万块的彩礼，却要我家买不少于50万的车？亚飞，你懂事点成吗？我爸妈挣钱没你爸妈容易，我总不能结个婚就把他们家底儿掏空吧？那行，咱们裸婚，我不要彩礼，也不带嫁妆。你不带嫁妆，咱们怎么装修？李亚飞，你到底有没有为咱们俩的未来考虑过？那是你婚前的房子，跟我没关系。房子跟你怎么没关系？咱们结婚后，房子给你免费住还不够吗？吕青，你自己想想，结婚你家满打满算最多出5万，我家最少得出100多万，你觉得这事分到谁头上，谁会觉得合理？你们家有钱，我家没钱，这本就是事实。为了咱们结婚后过得舒心，你家多出一点怎么了？李亚飞，咱们2年的感情，你非得在这些小事上这么计较吗？计较？2年的感情，原来是他算计我的筹码。这个婚绝不能结。顾时，你也开车回家啊？是啊，谁知道这大过年的，高速也给堵成这样了。给，提提神。谢谢啊。这是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啊？你好，我是亚飞的老邻居，顾时。没事儿，这路堵的谁心里都火大。说起来，咱俩高中毕业后，除了过年回老家，真挺久没怎么见过了。是啊，那是你的车吧？你也带女朋友回家过年？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车？天冷，你快回去吧，别冻着。你先进去暖和吧，我还想在这儿透透气。顾时，刚收了你2罐咖啡，空着手多不好意思。我这刚好有一套不错的护肤品，想送给嫂子，你领我去见见呗。嫂子你好，刚才谢谢你们的咖啡，这个是我朋友送我的护肤品，我还没拆，嫂子你试试看喜不喜欢？拿走，我不用这牌子。行，既然嫂子有惯用的，那咱俩就算扯平了。既然人家不想要，那我也不想拿热脸去贴红屁股。哟，怎么，人家没瞧上你的大礼，没送出去啊？人家就送了2罐破咖啡，你就急不可耐的赶着送礼盒。李亚飞，你怎么对外人就那么大方呢？我就给人送了，怎么了？那是我老同学。再说了，我对你怎么不大方了？这2年我给你花的钱还少吗？我妹妹，上次她就让你给她买个口红，你都不买，对外人你倒是随便出手就是一整套。李亚飞，我看透你了。吕青，你摸着良心反问一下你自己，从咱们交往到现在，你妈过年的新衣服是我买，你们全家的年货是我买的，就连你爸抽的烟喝的酒，哪一样不是喊我买的？我凭什么还得包了你妹妹的化妆品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不是你们全家的 ATM 机，你凭什么觉得我出现就是理所当然？停车！你自己开车回去吧，我家里人已经到这儿来接我了。你今天不去我家了？还去什么去？去受你的气吗？李亚飞，我最后劝你一句，你最好想清楚这个婚到底还结不结。你都跟我睡过了，除了我，你觉得外面还有谁会要你？吕青，你读到博士就是为了在这里对我进行羞辱吗？吕青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想用羞辱控制女性？你以为你睡过的女人就是你的所有物？怎么，你的印记是标记器吗？既然你这么能，怎么不把地球妈妈也标记一下，直接宣布地球是你的所有物算了？把你能的，你顶多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。这2年我拿工资养你这个空架子，除了给我添堵 PUA 我，你还有什么用？我宣布，我们正式分手，我不要你了。一个人爱不爱，还真是明显。冷静，慢点开。比起生死，被一条狗恶心了2年，算什么大不了的小事？喂，亚飞吗？我是顾时，你能不能捎我一段路？你疯了！这么大的
的雪，从上个服务区走过来的，你哪怕在那儿待10分钟都要出事。你车呢？你那个女朋友呢？我被他赶下车了。别说了，走，先回我车上去。陆田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先把车停下。他被那个女人大雪天扔在高速上，差点冻死，结果缓过神来，第一件事竟然是确认对方的安全。穆田，刚才那些事儿我们后面再说。现在下雪天，你一个人开车真的不安全。你听话，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开车送你回去。不需要，顾时，我已经下了国道往我家开了，你不用在那儿假惺惺。穆田，你就搁那儿冻着吧。嘿，顾时，你先别急着难受，这车里坐着的可不止你一个倒霉蛋。我也刚被男朋友扔下，就在刚才那个路段。什么？这种暴雪天气，他把你一个人扔在高速上，他疯了吗？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开车回去？可不是嘛，就因为我没答应他出50万买陪嫁车，他就把我拉黑扔下了。那咱俩还真是太巧。我也没答应他，不想再给他家买2套房子，他就把我赶下车了。2套？你不是已经有1套婚房了吗？现在这种行情为什么要买2套？他家有个弟弟，他说要我再买2套房，小的记他妈名下，大的必须是独栋别墅送给他弟。拍案叫赞啊！这叫什么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所以，你答应了吗？你说呢？别说我，就算我脑子抽了同意，我爸妈辛辛苦苦挣的家产也不可能拿去填这种无底洞。顾时，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天天孝顺。他提要求不是图钱，只是想让家人过得好点。你若疼他，就别在小事上计较。我记记。大雪天把我一个人丢在高速路上的时候，他有问过一句我该怎么回家吗？顾时，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，随便找个顺风车不就回去了吗？可甜甜呢？你让她一个小姑娘在这种大雪天一个人开车回家，安不安全？你问过一个字吗？你自己去问问张慕婷，看我昨晚给她打了多少个电话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家请帖可都发了，你要是哄不好甜甜，我倒要看看正月15你们家怎么收场。要不要去服务区吃口热乎的？2个人轮流开，确实比我一个人强撑，还要负担吕青那个祖宗的情绪要轻松多了。下个服务区有评价不错的砂锅面，咱们去吃口热乎的垫垫。点山，点山！突然打滑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车技比我好多了，要不是你，咱俩就嘎了。你那个男朋友，他真的弄丢了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人。想当我嫂子的女人怎么这么多啊？嘻嘻。顾时，快看，那是卖泡面的吗？好像是。这大雪天的，这帮人真会做生意。这一桶面最少得卖30块吧？你别下来，我去买。这是人家附近村民专门爬上来免费送给咱这些堵车的人吃的，说怕大家在大雪里冻出病，1分钱都不肯收。不要钱哪能收东西？亚飞，不然你跟我结婚。我不用你买50万的车，也不用你出1分钱装修费，彩礼你收着，嫁妆也你自己收着。最关键的一点，过年咱俩不用争回谁家，2家离得近，抬抬脚2分钟就到你娘家。我是个大宝女，如果不是吕青，我根本不想走远。我已经跟张慕田说分手了，认真的。行，顾时，跟你聊天真轻松。我之前为了迁就吕青，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标准往下降。那时候我真傻，总想着体贴他的自尊心，去向下兼容他。亚飞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，你记不记得高中的时候咱俩其实暧昧过一段？我总想不通，
你那时候为什么忽然就不理我了？连毕业照都没跟我打招呼。那个，你真想知道？当然。你还记不记得高中有次咱们跟同学出去旅游，我那天吃坏了肚子，你倒好，直接闯进女厕所给我送纸。怎么不记得？我人生中唯一一次闯女厕所就是为了你。要换成现在，我肯定找个女同学帮你送进去了。那时候年轻，脑子一热就冲进去了。我那时候觉得太丢人了，真的，我就想要是真跟你在一起了，以后每天一见你，我会想起这件丢人的事儿，所以干脆就不理你了。哎，那咱们领证结婚的事儿，要不要发个消息通知那两位一下？还是先别说了吧，这种大礼得等他们自己慢慢发现才够刺激。也是，一个想拿5万块空手套白狼，一个想白要88万彩礼加别墅。要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俩这种在他们眼里的大冤种凑到一块儿了，他们那算盘珠子估计得崩一地，那表情才叫精彩呢。终于到家了，先回家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喂，亚飞，醒了吗？赶紧拿上户口本，咱们这就去把证领了。办完我带你去吃大餐。19结婚了，以后咱俩可就是合法的了，顾太太。还是压了不了证，在 A 城那2年，我馋这口馋疯了。那就多吃点，今天管够。你说我怎么就碰上这种亲家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请帖明明都发给亲戚朋友了，临到关头，张家居然变卦，非逼着我家给他们买一栋别墅，这哪是结婚，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。顾阿姨要强了一辈子，最怕被人看笑话。张慕田这一招真是精准掐住了他的死穴。亚飞妈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一边是小石的婚事儿，请帖都出去了，一边是老张家这种狮子大开口，那可是独栋别墅啊！我辛辛苦苦攒下这点家底儿，不能全填了那个无底洞啊！顾阿姨，您别难过了，张家那边您完全不用理会，小石不会娶张慕田了，因为顾石已经跟我结婚了。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！小石，你总算干了件聪明事儿。亚飞，阿姨盼这天盼了多少年了？分得好，那种抠搜算计的凤凰男，我早就想让你踹了他了。既然回咱家定居了，爸支持你。这150万是爸妈给你准备的嫁妆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你自己收着。那全款买的那套婚房，小石，明天你就带亚飞去，直接把房产证改成亚飞的名字。妈，亚飞说那房子在城市最北端，离你们太远了，他嫌来回跑着看你们不方便。嫌远好啊，说明亚飞心里记挂着咱们。亲家，要不咱们2家合资，就在咱这小区买套别墅，我看前面那套独栋就不错。成，咱们今天看房，明天过户。这就是门当户对的丝滑吗？没有算计，没有拉扯，顺利的简直不可思议啊！顾石，我直到现在才真切感觉到什么叫门当户对的丝滑。怎么说？以前总觉得谈钱伤感情，现在才明白，只有阶层相同、三观接近的人，谈钱才最不伤感情。没有88万彩礼换别墅的威胁，也没有5万彩礼博100万陪葬的算计。那是，咱2家这效率，上午提议，下午定金都交了。咱们这婚结的是对2个家庭真正的双赢。顾石，这层天花板给我全敲掉，我要个挑高的客厅，一定要那种视觉冲击感最强的。季少，你一定要和专修汉无热一些。挑高客厅，记下了。还有呢？我觉得这样改就很好。可以啊。还有这边，这面墙也全部敲掉，换成一整块的大落地窗。等冬天太阳照进来，坐在那儿喝咖啡肯定特别舒服。好，大落地窗。3楼阳台，我想改成阳光花房，种满我喜欢的玫瑰和茉莉。没问题。2楼那个拐角的大房间留给我做影音游戏厅，行吗？准了，这个家是我们2个人的，你的爱好当然也要在计划里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怎么了？吕青的妹妹，看这样子是又憋不住想来我这儿显摆了。顾石，你快看，
吕青他妹妹又来给我发战报了，这么多媒人介绍，看来吕博士在相亲市场还是挺抢手的。抢手？我看是快要砸手里了吧？你注意到没？之前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姑娘，在这些照片里可再没出现过。要是真成了，以她妹妹那显摆的性格，早把合影怼我脸上了。李亚飞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我哥现在可是抢手货。我劝某些人啊，要是现在肯跪下给我道个歉，我还能大发慈悲，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两句好话，让你再续前缘。哎呀，吕小姐，我好怕哦。不过我有个疑问，上次照片里那个如花似玉的漂亮姑娘呢？怎么没动静了？是不是吕青卖不上价？人家姑娘一听要出100万嫁妆，直接吓跑了呀！让她自己在这发疯吧，污言秽语的我可没兴趣听。不直接拉黑？那不行，我还留着她在朋友圈看戏呢。这禳家呀，估计现在头发都要愁白了。他们还没找你们？找了，一天打10几个电话催，我不低头，他们就没法开条件。他们那是觉得请帖发了，咱们顾家怕丢脸，非得逼着咱们买别墅呢。那就让他们在那儿坐冷板凳吧。眼看着婚礼日子越来越近，我看谁先坐不住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你是没听见，张家那头还在做梦呢。张妈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语气那叫一个委屈，说觉得自己吃大亏了，现在退了一步，说不要2套房了。那他们想要什么？说是只要买个大别墅，让他们全家老小挤进去一起住就行。也不撒尿照照镜子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亚飞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我谈恋爱那会儿真不知道他家是这么个吃样。说正经的，正月15婚礼不远了，小石，我打算把之前的请帖全作废，重新印一份新娘是亚飞名字的，赶紧发出去。别啊妈，不用重发。不换名字，那怎么行？等到了婚宴现场，把迎宾牌和 PPT 的名字换了就行。咱们要是大张旗鼓换请帖，肯定会惊动张家，不如就让他们以为咱们家怕丢脸被拿捏住了。对，得让他们以为咱们正缩着脖子等他们开价呢。等到了婚礼那天，看他们眼睁睁看着美梦破碎却无能为力的样子，那才叫刺激呢。李亚飞，我哥今天见的这个可是家里开场的，人家说了，只要我哥点头，陪嫁随便开。你这种被甩了的，就在家哭吧。你就继续演，我看正月15之后，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李亚飞，我哥说了，看在你们2年感情的份上，只要你现在立刻给他认错，并且在之前的嫁妆份上再加50万，他还能考虑重新接纳你。像你这种被我哥玩腻了的，你觉得出去哪个男人敢要你？我劝你聪明点，珍惜最后一次机会。顾时，你快看看，我以前是不是救过他的命？不然他哪来的这种迷之自信，觉得能吃定我一辈子？看来他在相亲市场上转了一圈，发现没人愿意当那个出100万装修款的冤大头，这才想起你的好来了。还让我加50万，他以为他是黄金做的。我现在真想看看正月15那天，他发现这只破鞋嫁给了他这辈子都攀不上的顾家，会是什么表情？亲家母啊，你看这婚礼都快到了，咱们2家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吧，我们家退一步，那2套房先不提了，你直接给188万彩礼，这婚咱们照样结。哟，188万，张太太，您这彩礼钱跌得比股市还快呀！前2天不是非要别墅不可吗？你别不知好歹，要是婚礼当天新娘没到场，我看你们顾家的脸往哪搁？这188万是最后的底线，少1分都不行。那您就可劲儿等着吧，看看那天新娘到底会不会到场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这188万彩礼1分钱都不能少。要是明天婚宴上你家拿不出钱，我就让甜甜当众退婚，让你们顾家在全城宾客面前丢尽脸面。哎呦，张太太，您可千万记着今天的话，您千万别让女儿嫁进来，我们家可受不起。瞧见没？死到临头了还想拿捏我呢！咱们继续，别理这疯婆婆，真是的。哎，你快看，新娘名字怎么是李亚飞？不是那个张慕雪吗？我操，真的换人了！这新娘谁呀？好漂亮！顾时，看那边，你的前朋友圈正忙着帮咱们宣发呢。让他们拍，张慕田现在估计正盯着朋友圈呢，这份礼他肯定喜欢。结个婚真不是人干的活儿，我觉得我的骨头架子都要散了。辛苦了，顾太太。累坏了吧？快，趁热喝点，爸特意给你们炖的。爸，您这手艺绝了，这汤比婚宴上那些大厨做的好吃100倍。亚飞，要不然咱们那个别墅装修好了也先别搬走，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吧。怎么，这就舍不得我爸的厨艺啦？是真舍不得，爸做的饭太有幸福感了，我想在这蹭一辈子。顾先生，
咱们新房装修好了，可是住隔壁。你确定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能赶得过来吃我爸做的早餐？亚飞，要不然让你家收了我做上门女婿吧？啊，拖家带口的那种。我想好了，把我爸妈也接过来一起蹭饭，省得他们天天在家发愁吃什么。顾时，你行不行啊？堂堂大少爷，为了口吃的，连家产都自带了。这女婿找的也太值了，性格好，长得帅，还自带丰厚家产，真是捡到宝了。你帮我拿一下，这女人疯了，从婚宴结束到现在打了几百个了，我嫌烦。顾时，你怎么能跟别人结婚呢？你把婚礼换了名字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朋友圈丢死人了？啊，可能是因为他实在出不起那1000万的独栋别墅，还有那88万的彩礼吧。李亚飞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趁你以为顾时真爱你吗？他不过是随便找个人气我。既然你觉得他不爱你，那你还哭什么？你应该庆幸自己脱离苦海了呀。还是说，其实你更心疼那没到手的别墅和钞票？你懂什么？我们3年的感情，3年的感情抵不过一个别墅。张小姐，你才是那个该哭的人。行了，别在这输出你的廉价演技了，听得我头疼。总算清静了。顾时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我们在一起整整2年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那是计划。在一起2年，你不是照样把我一个人扔在高速上，让我在冰天雪地里自生自灭吗？你什么你？你个小畜生，你怎么说话的你？只是因为我不给你家买别墅，你连我的死活都不管了。那一刻起，这2年的情分就断得干干净净了。我就知道，顾时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女儿早就出轨了？对，你跟我分手才几天，一转身就跟这个贱女人结婚了。李亚飞，你说你到底坑人家多久了？这位张小姐，你嘴可真够脏的。说起来，我真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当初在大雪天把她扔在高速上，我还真捡不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公。李亚飞，你这个贱人！顾时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顾时，你居然护着他，你为了这个女人打我的巴掌，你打我男人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好啊，张慕田，我刚才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，你当初竟然在大雪天把我儿子一个人丢在高速上，那是想要他的命啊！现在还敢打我儿子，我看你是疯了！你还敢打我？打人了！顾家杀人了！你敢打他？他肚子里可怀着你们顾家的种呢！不信，你自己看。恰好。亚飞，你先回家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处理好。那行，你自己处理。爸，小区门口的事儿我全都告诉你。这婚结的草率了，菲菲，如果张家那个肚子里的种真是顾时的，这婚必须得离。爸，我好端端的头婚姑娘，哪怕2婚，也绝不能去给他家当后妈。咱们家不丢那个人，也不受那个委屈。菲菲，妈也这意思。不过日子是你自己的，不管你最后做什么决定，爸爸妈妈都永远支持你。顾时没跟来。亚飞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这里面是200万，小石没跟着过来，是处理那边的事儿去了。这钱你先拿着，留着零花。他不缺零花钱。咱们2家现在的交情不是拿钱能屏障的，还是先说说张慕田那件事儿到底打算怎么处理吧。亚飞，你放心，刚才小石拉她去医院检查，张慕田死活拽着门框不敢进去，我敢断定她怀孕绝对是假的。就算是真的，孩子可以留，但我保证张慕田这辈子也别想进我家大门。孩子要是真留下来，我不可能让我女儿去当后妈。既然还没办婚礼，这事儿得有个断绝。爸妈，顾叔叔顾阿姨，我有点累了，先上去睡会儿。你回来了，都9点了，怎么处理了这么久？其实我跟我爸妈是前后脚回来的，但在楼下被你爸拦住了，拉着我聊了好久。看你现在还能进我的门，看来我爸对你的考核通过了。亚飞，你放心，张慕田绝对没有怀孕。验孕表我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这么肯定？我是一个凡事都有规划的人，只要还没到那个计划的时间点，我是绝不会允许任何意外发生的。而且刚才在门口，我硬要拉他上医院做检查，他根本不敢去。他刚才可是在大门口哭得理直气壮。我直接告诉他，就算你真的有了，等孩子出生那天，咱们就去做亲子鉴定。这2句话就把他毒死了。他后来没话说了，只能在那儿翻来覆去的扯那2年的感情。可那些感情早就被他自己做没了。李亚飞，这么多天了，你想清楚没？只要你现在跟我认个错，
保证以后听话，咱们这个婚还能结。认错，吕晴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几次语音还没把你怼破防吗？你居然还有脸回来找我？是啊，这2年你确实辛苦了，天天打压我，一会儿说我懒，一会儿说我不贤惠，一会儿又说我自私。吕青，如果我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糟糕，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分手呢？我那是在磨练你的性子。省省吧，离了你这个垃圾，我现在嫁的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倍。你笑什么？我这是在给你机会。不好意思啊，吕先生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就你这种女人，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？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吗？吕青，既然我这么糟糕，那你干嘛还死皮赖脸的缠着我？我听好了，离了你这个垃圾，我现在嫁得更好。我老公不仅给了我88万彩礼，还给了我一套全款别墅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全家人都把我当宝，而不是当 ATM 机。李亚飞，你在这儿做白日梦呢？就你这种条件的，离了我谁会给你88万彩礼，还全款别墅？你写小说呢吧？爱信不信。跟垃圾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阳气。吕青，既然你觉得我在做梦，那我就让你妹妹亲手把这个梦打碎给你看。李亚飞，朋友圈那是谁？那钻戒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从哪找的演员拍的戏？你说话呀！阴魂不散。这世界总算清静了。亚飞啊，吕青昨天找我哭了一整晚，他说你跟那个顾时是闪婚，根本没感情，婚后肯定不会幸福的。他还说顾时那种公子哥就是图一时新鲜，等这股劲儿过了，很快就会把你踹了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只有吕青才会一直包容你的脾气。他是真的一直爱着你的。爱我？可别在这儿恶心我了。他的爱就是在大雪天把我扔在高速上不管死活，他的爱就是处心积虑算计我家的陪嫁。这种廉价的爱，谁爱要谁要。我也是看你们从校园走到社会这么多年不容易，吕青现在是真的难受，天天找我喝酒吐槽。他特意跟我交代了，说知道他爸妈挣钱不容易，但只要你现在愿意回头跟他去把证领了，他家愿意破例凑出10万块钱的彩礼。亚飞，吕青后面还有句更离谱的，他说只要你现在迷途知返，马上跟那个顾时离婚，他可以不计前嫌，立刻娶你进门。离了婚嫁给他，吕青到底哪来的底气开这个口啊？你大概不知道他家算盘打得有多小吧？之前他家口口声声说彩礼最高给5万，却逼着我家陪嫁最少50万的车，还得再拿50万装修他那婚前房。里外里，我还没进门就得先贴进去100万。他现在把彩礼涨到10万，照他那个贪得无厌的比例，我嫁过去是不是还得倒赔他200万才算够？赔不起，真赔不起。麻烦你帮我带句话给吕青，让他赶紧死了这条心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别想再来坑我。他家当初只肯出5万，却让你拿100万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他跟我说的时候，只说你家境好，不该在钱上计较，没说到这么多。他当然不会说，他只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尽委屈、包容我脾气的圣人。现在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吗？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知道了，亚飞，对不住啊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我这就挂了，以后这事儿我绝不再提。那些年的委屈说出来反倒像个笑话。亚飞，吕青说他现在天天买醉，你看要不……他买醉是因为愧疚，还是因为少了我这个能倒贴100万的提款机？你知不知道他家只肯出5万彩礼，却逼我家买50万的车，出50万装修他的破房？他说2年的感情不容易，你就不能大度点？大度？他把我一个人扔在冰天雪地的高速上，骂我是没人要的2手破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劝他大度？这种算计到骨子里的男人，你愿意嫁你嫁。亚飞，吕成真的知道错了。他知道错是因为他发现相亲市场没一个比我更冤的大头。麻烦告诉他，我现在的彩礼是88万，陪嫁是全款别墅。他那5万块钱留着给他妹妹买口红吧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把你那点遮羞布全部扯下来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位博士到底有多会算计。亚飞，现在圈子里都传遍了，那个吕青可真够绝的，结婚1毛不拔，合着是打算吃你们家一辈子啊！传得这么快？何止啊！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几个，现在都躲着他走，甚至有人专门跟我打招呼，说以前是瞎了眼才跟他来往，现在已经把他拉黑了。那种精于算计的人，谁敢交心啊？吕青，你自己亲手败光的人缘，怪不得别人。亚飞，张慕田那事儿查清楚了，我刚才听一个相熟的朋友说，她压根儿就没怀孕。那验孕棒是怎么回事？她是偷了家里亲戚的，自始至终都是在演戏，就想拿个假孩子搅黄咱们的婚事，好趁机逼我低头，让她上位。为了那点钱，他连这种谎都敢撒，真是没下限。哎呀，小石，听你说那女人没怀孕，我这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之前天天被她闹得我头疼。行了，现在家里消停了，儿子婚也结了，你也就别跟着操心了。老头子，操心什么呀？
我现在就想出门散散心。老头子，我跟你念叨好几天了，咱们趁着这段时间去旅游吧。咱们得好好出去玩一圈，把这段时间的晦气都给冲一冲。爸妈、叔叔阿姨，我和顾时商量了一下，咱们这次蜜月干脆全家总动员，咱们一起去欧洲度假，好好放松放松。对，路线我都看好了，法意瑞，你们只要负责拎包上车就行。哎呦，快别折腾我们这把老骨头了，去欧洲那么远，光坐飞机我就得腰酸背疼好几天。你们小两口自己去吧，刚结婚过二人世界才叫甜蜜。我们4个老家伙已经商量好了。对，我们4个去海南晒晒太阳，吹吹海风，吃点海鲜，在那儿过个暖冬，那才叫舒坦呢。巴黎住3天，然后瑞士小镇，最后去意大利。攻略我最后对了一遍，万无一失。忙活了半个月，总算把这精细活干完了，终于要盼来出发的日子了。顾太太，准备好了。出发。不时，你今天哪儿也别想去！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，这就是有钱人的嘴脸，始乱终弃，丧尽天良啊！别怕，往回站。喂，110吗？我这里是小区门口，有人寻衅滋事，非法拦截他人出行。报警？你还敢报警？来啊，有种把我们全家都抓进去！今天不是说好了，我们死在这儿！谁报的警？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啊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得给咱们穷人家做主啊！这小子跟我女儿好了3年，把人睡，现在攀上高枝就不要人了。警察同志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交代，他太狠心了。是啊，我这侄女心眼实，被他骗得好惨，全家老小今天就是来求个公道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和这位张小姐的分手协议，以及她家之前勒索我房产的聊天记录。听话，你先待在物业办公室里，别出来，外面乱，别溅一身泥。张慕田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之间早就彻底结束了。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纠缠，除了让大家看笑话，没有任何意义。顾时，那些钱不是我要的，是我妈逼我的，是他们非要问你要别墅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要钱了，我一分彩礼都不要了。顾时，我求求你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我们在一起3年啊，整整3年，你就为了里面那个刚认识的女人，就彻底不要我了吗？3年的情分，顾时，你会心软吗？顾时，我求求你，你跟那个女人离婚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回头，我马上就嫁给你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妈说的那些我都不管了。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闭嘴！真丢人，还不嫌害臊？就是，还不快起来！张慕田，你是不是忘了？顾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种穷酸样也配住别墅？就在这冻着吧。早在你当初为了逼我买房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冰天雪地的高速公路上时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死绝了。你不用把责任推给你妈。我跟你分手，不单是为了任何人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实在不想再和你这样的人，还有你这种敲骨吸肺的家庭纠缠在一起了。多待1秒我都觉得恶心。张阿姨，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从今往后不再纠缠我和我妻子，你儿子之前欠我的那25万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另外，张慕田现在开的那辆奔驰，我也可以配合过户给你们。拿上这些东西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大家都听听啊！25万加个2手车就想打发我们？我女儿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，白白跟了你3年。给你睡了整整3年，这3年的青春就是这点打发叫花子的钱。顾时，你良心说话呀？你良心透支了照您这么说，张慕田是妓女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咱们不妨谈谈价格。25万现金，再加上一辆50万的奔驰车，这75万拿来当他3年的服务费，想必无论如何都够抵了吧？500万，少1分都不行，不然我们就天天来这儿闹，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得安宁。行。那就直接打官司吧，张阿姨，我建议您现在就去搜搜，数额25万的欠款拒不归还，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，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后果？张阿姨，你或许不怕闹，但你敢拿你儿子的前途来赌吗？你可以猜猜，就他欠债不还还聚众闹事的情况，进去了要坐几年牢？他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毁了？这位大姐，纠缠恐吓他人属于违法行为，如果你们继续闹下去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依法带人。真要闹到法院，不仅钱要不回来，你儿子这档案可就真花了。走，没出息的东西，给我回去！没事了，咱们走。没用的东西，贱货！
顾时，你不去帮他吗？我给过他不止一次机会，是他自己选择站在张家那边，为了钱来逼我。既然选择了那条路，现在的后果只能由他自己承担。是啊，张慕田从不无辜，他明知父母的算计，却还是选择妥协，甚至妄想用假怀孕毁掉我的婚姻，确实是咎由自取。走吧，顾太太，飞机不等人，咱们的假期正式开始了。走，去感受一下没有算计的阳光。总来不及都告诉你，和你一起爬过山顶，入过海里，难免粗心。面罩压紧了吗？待会儿跟着我，别游太远。这边珊瑚礁附近的洋流很稳，别紧张。放心吧，顾老师，我可是提前看了你给我的那份浮潜生存攻略。舍得抽筋，哭到决堤，和你一起想去东京，飞到巴黎，那些事情却因为你，我想和你。顾时，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是不是刚才在洞口弄的？你怎么不出声啊？这得疼成什么样？没事，看着吓人，其实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。胡说，水母蛰了怎么可能不疼？真不碍事，好不容易出来玩，我可不想让这点小意外坏了咱们的心情。这个男人，不管是高速上的暴雪，还是海里的意外，他永远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安抚我的情绪。怎么这么多消息？怎么了？谁的消息？是 A 城那个房子的房东。小李啊，你快看看吧，你这前男友已经在这儿蹲了半个月了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有时候就死坐在楼道口，有时候来回走，邻居们都被他吓坏了，眼神呆滞，行为怪异，大家下班都得绕路走，生怕他突然冲出来。以前觉得他自私算计，没想到分个手，他居然能疯成这样。他这不是生气，是不甘心，是不甘心你这个条款机跑了。房东阿姨还说什么了？说他像个疯子一样守着那个空房子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那个城市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踏进去一步。真是阴魂不散，看着都觉得恶心。阿姨，红包您收着，麻烦您多叫几个人过去。我那屋子里剩下的旧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全部扔掉，一件都别留。我想尽快把那边彻底清理干净。行，小飞，你既然发话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带人过去，保准给你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喂，阿姨，都处理好了吗？小飞啊，你是不知道出大事了。你从前那个男朋友他是真的疯了啊！他干什么了？我今天下午带了个壮有力过去扔东西，结果吕青就在门口守着，死活不让碰。他跟发了魔怔似的，把那些旧物全都抢了过去，怀里抱得满满当当，跟抱宝贝似的。说真的，阿姨活了这把年纪，看她那样，她是真的特别爱你吧？连你没用完的半管旧牙膏，剩下的那几片面膜，她都小心翼翼的一张一张收进包里，生怕给弄坏了。我看她那眼神真的是，造孽呀！爱我，这种变态的占有欲，竟然被看成是爱。你妈的衣服、年货，你爸的烟酒，你都买了，为什么不能给我妹妹买化妆品？你都跟我睡过了，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？他是爱你的呀，爱我。阿姨，爱我的人会算计我家的钱，会在彩礼上步步紧逼，会在大雪封路的时候把我一个人扔在漆黑的高速上自生自灭吗？没关系，阿姨，他要是想要那些东西，就让他全拿走吧，反正都是些没用的垃圾，不值得我再跟他计较。喂，老王，之前 A 城那边剩下的工作交文档我已经发你邮箱了，以后那边的事儿你直接对接新来的主管就行。中介吗？我是租客李亚飞，对，我委托房东办理退租手续，钥匙我已经留给阿姨了，麻烦今天就帮我结清，我要彻底断了和那边的联系。都办好了？办好了 ，A 城我已经彻底翻篇了。思念，我看是不甘心。怎么又来忏悔了？他从来都不是真心忏悔，他只是不甘心失去一个能随时帮他兜底、为他付出的傻子。他只是受不了现在自己过得一塌糊涂。亚飞，说真的，吕青最近真是惨到家了。他上个月被公司裁了，听说是之前状态太差，工作老出纰漏。以他的性子，丢了博士的光环，日子不好过吧？何止啊，他后来陆陆续续找了几份工作，月薪都没过6000。以前你在 A 城的时候，还能帮他分担那1万块公司1000块的房贷，现在没了点你，连交物业费都够呛。那他的房子呢？他当初可是把那房子看得比命还重，说我免费住是占了天大的便宜，早被银行收走拍卖了。更倒霉的是，正好赶上这阵子房价暴跌，拍卖出的那点钱
连还银行剩下的贷款都不够。他不仅房子没了，首付亏光了，现在还倒欠银行一大笔钱。为了填窟，他现在四处找人借钱。咱们以前那些同学看见他的号码都直接拉黑，生怕被他缠上。意气风发的吕博士，最后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负债者。这算不算他算计了一辈子的报应？在想什么？看你发了很久的呆。在想一个已经彻底消失的人，忽然发现我竟然连他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。记不清好，没必要让垃圾占据脑容浆。他已经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，就像从没出现过一样。不时，你看那儿，等玫瑰和茉莉种下去，这儿就是全小区最美的地方。影音室的投影也到了，等装好，咱们第一个看你喜欢的纪录片。亲家母，你看这鲜笋多嫩，待会儿让亚飞爸给炒个肉丝，孩子们肯定爱吃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老顾，那边的蒜包一下。好嘞，这就来。爸，你们4个这配合，比5星级酒店的大厨都默契。这叫人多力量大。咱们两家现在合力装修这大别墅，你们小两口只管等着拎包入住就行。那些灰暗的过往，真的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的生活只剩晴空万里。菲菲，当初我和你爸天天在家里愁，就怕你受委屈。那时候看劲扑在那个吕青身上，我们是真怕你遇人不淑。现在看来是我们多虑了。顾时这孩子稳重体贴，懂分寸，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两家离得这么近，往后你就能一直在我们身边，爸妈这颗心总算放肚子里。这就是我和你妈常说的，结婚得看门当户对，不是说非要多少钱，而是顾家父母通情达理，咱们两家家境相当，三观相合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算计，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安稳。菲菲，小石，你俩以后要好好过日子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扶持。爸妈，您二位放心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亚飞好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这种不用提防、不用妥协，全家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感觉，才是真正的家。顾时，以前我总觉得婚姻是个牢笼，每天想的都是怎么妥协、怎么迎合，那种日子现在想想都觉得喘不过气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才明白，好的婚姻是旗鼓相当，不用小心翼翼的讨好，更不用委屈自己，只要全家人心往一处处，日子就是甜的。其实高中那会儿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真的，那时候每天一睁眼就想怎么能跟你说上一句话，只要能跟你待在一块儿，干什么都行。那次你吃坏肚子，我朝女厕所给你送纸，其实我当时紧张的手心全是汗，心跳快的都要蹦出来了。我本以为那是个表现的机会，谁知道你后来直接不理我了。我也冤啊，那时候年纪小，脸皮薄的跟纸一样，我当时蹲在里面，只觉得天都要塌了，太丢人了，所以我就故意躲着你，觉得只要不见面，这段黑历史就能翻篇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真是傻的可爱，白白让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。不可惜，好在最后还是你。亚飞，没关系，虽然错过了几年，但好在现在我们在一起了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，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亚飞，你这个方案真的绝了，切入点太精准了。亚飞，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老家这边就需要你这种有大城市经验、思路又灵活的骨干。谢谢大家，我也很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。告别了从前那个压抑的城市和工作，我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，没有了内耗，每天上班都充满了动力。顾总，这是下季度的项目预算，您看一眼。这几项成本还可以再优化，虽然咱们家底殷实，但也不能浪费，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刃上。顾总，您比咱们这些老员工还要努力，还要细心，大家私下里都特别服您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说打车回去就行吗？刚好在附近办事，特意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那家粥，还是温热的，趁热垫垫肚子。以前加班回家只有冷风和吕青的埋怨，现在真的感觉不一样。这个项目的预算卡得太死了，但甲方要求的创意又要大场面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权衡。你看这儿，如果把线下推广的形式换成沉浸式快闪，虽然单次造价高，但传播力强，可以缩减后期的媒体采买费用，这样预算不就平了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你的创意底子很好，缺的只是一点整合经验。别急，慢慢来，这个方案肯定能惊艳全场。亚飞，恭喜啊！入职半年就成了部门主管，这可是咱们公司升迁最快的一位了。主管威武，奖金分红可不少吧？得请客啊！没问题，回头请大家喝下午茶。
顾时，我升职了，通知书下来了，我正式成为部门主管了。我就知道我的老婆是最棒的，我就说那个方案一定行，这半年的辛苦没白费。走，东西别放了，今晚我们去吃大餐，好好庆祝一下咱们李主管的晋升之喜。顾时，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要是那天在高速上我没跟你下车，或者我当时没带户口本，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我现在大概还在那座城市的泥潭里挣扎，每天算的不是策划方案，而是吕青今天又省了几块钱，或者是他妹妹又要什么口红。别去想那些过去的事了，那些泥潭已经离你很远了，以后我们只看未来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看遍你想看的风景，岁岁年年我都在。和你一起聊着过去，说起曾经，那些画面都是你。老公，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不是比咱们在高速上吃泡面的时候要梦幻多了？在那儿吃泡面是为了攒够运气遇见对的人，现在的梦幻是因为咱们当初都选对了。亲家母，你看这盆兰花，亚飞爸养的真绝，我那盆总是不开，还得向他讨教。行啊，等晚上咱们聚餐的时候，让他好好给你讲讲。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。亚飞，你都想不到吕青现在混成什么样了。他最近又丢了工作，这已经是这半年的第3份了。又是眼高手低，可不是嘛，总觉得自己是博士，6000块的工资看不上，稍微有点难度的活又干不了。他那房子拍卖完后还欠银行几十万，天天被催收电话追着屁股撵，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穷困潦倒。前2天他还厚着脸皮找我，想打听你的新号码，说还惦记着你，想求和，我直接把他给怼回去了。现在圈子里谁不知道他的底细啊？大家对他那是避之不及，谁敢拉他这一把？他不是想求和，他是想求个救命稻草。亚飞，说起那个张慕田，也是够绝的。自从上次在你们小区门口闹到报警被带走后，圈子里就再没人见过他。他回老家了吧？对，听说在外面名声臭了，只能灰溜溜回老家。他家里人逼着他到处相亲，可他那点破事就传开了，再加上他还是那副贪婪成性的死样子，开口闭口就要豪车豪宅，哪家正经人愿意娶她呀？最后没辙了，只能草草嫁给一个条件特普通的男人。听老家的人说，她现在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鸡飞狗跳，天天跟婆家吵架，为了100-200块钱都能闹到街坊邻居都知道。顾时，刚才听同学说张慕田过得不如意，你说他们当初费尽心机算计那些财富地位婚姻，图个什么呢？图到最后只图到了自己埋下的苦果。其实感慨的，他们被蓝和自私拉下水，落得这样的结局。而我当初只是想坚守本心，珍惜眼前这碗热乎的泡面，结果生活反而把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都捧到了我面前。这就是你应得的，因为你先付出了真心，所以生活才愿意温柔的待你。没错，付出真心，收获真心，玩弄算计，反被吞噬，这大概就是世间最公平的因果。大清早的杵在这发什么死？老子早饭呢？我这就去煮。煮个屁！老子昨晚输了8000块，你赶紧给我拿钱出来，不然今天老子打断你的腿！王强，你放开我，我哪里有钱？你天天赌，天天输，这个家早就被你掏空了。没钱？当初你妈吹牛逼说你是富2代前女友，能拿出上百万，老子才娶你的。结果你就是个不下蛋的赔钱货，连钱都弄不来，我娶你有什么用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李亚飞能住在大别墅里，被顾时捧在手心里当宝贝，而我就要在这种猪狗不如的地方被这种粗人打骂？当初站在顾时身边的人是我，要跟他结婚的人也是我。如果不是李亚飞那个贱人在高速上勾走了顾时的魂，现在住别墅当富太太的人本该是我。都是李亚飞，是他毁了我的人生。3天之内拿不出钱，就把你卖到外地去。甜甜，王强那个杀千刀的又打你了，我就知道当初不该让你嫁给他。妈，我不想过这种日子了，我受够了，我要顾时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抢回来。妈知道，妈都知道，妈打听到了。后天顾氏集团办周年庆宴会，全城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去，李亚飞和顾氏肯定会到场。机会？什么机会？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。妈还打听到李亚飞那个前男友吕青现在就在咱们这个城中村住着，混得跟叫花子一样。提起李亚飞，恨得牙都要咬碎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你去找他，你们俩联手，一定能把李亚飞那个贱人拉下来。对了，我怎么把吕青忘了？那赶顾时生不悔的生，让顾时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到时候顾时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好，妈，我现在就去找吕青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李亚飞踩在脚下，把我失去的一切连本带利全都抢回来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顾时的前女友张小姐吗？怎么放着好好的富太太不当，跑到我这个破地方来干什么？吕青，我来找你是想跟你做个交易。
我们联手搞垮李亚飞。搞垮李亚飞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好事。怎么，你也被李亚飞抢了男人，心里恨得慌？难道你不恨吗？要不是李亚飞攀上了顾氏甩了你，你怎么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？工作没了，房子被银行收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人人都躲着你，而李亚飞呢？他住着大别墅，当着阔太太，事业顺风顺水，被顾氏宠成了公主，你甘心吗？我们家出5万彩礼，他们家出100万陪嫁，天经地义。是他拜金，是他忘恩负义，真是个蠢货，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。不过也好，越蠢越容易被我当枪使。我知道你手里有李亚飞以前跟你在一起的照片、聊天记录，对不对？后天顾氏集团有周年庆宴会，我们一起去现场，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。我再拿出证据，说李亚飞早在高速上就勾引导演，插足我和顾氏的感情，让他在全城人面前身败名裂。这是5000块定金，只要事成了，等我嫁给顾氏，进了顾家的门，我给你200万，再帮你还清所有债务，给你找个风光的工作。好，我跟你干！我不仅要让李亚飞身败名裂，我还要让顾氏也尝尝破产的滋味。这对狗男女毁了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就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李亚飞、顾氏，你们等着，后天的宴会就是你们的噩梦。我要让你们从云端狠狠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，而我会踩着你们的尸骨，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李亚飞，你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待会儿哭的就有多惨。这万众瞩目的舞台，马上就会变成你的刑场。大家静一静，都别被这对狗男女骗了。这个女人李亚飞就是插足别人的小三，她早在高速上就勾结导演顾氏，毁了我顾氏3年的感情，她就是个道德败坏的贱人。我不出去。顾氏，你敢说你跟我在一起3年，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吗？你敢说不是李亚飞这个贱人勾引你，你才跟我分手的吗？张慕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亚飞的前男友，我可以作证，李亚飞就是个拜金女，她跟我在一起2年，转头就攀上了顾氏这个高枝，把我甩了。这里面有她跟我在一起时的亲密照片和聊天记录，我让大家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有多虚伪。闹够了！既然你们这么想让大家看，那就让大家看个够，那就让大家看个够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你骗人！这是你伪造的！伪造？张慕田，你和吕青在城中村商量怎么害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会狗急跳墙吗？从你去找吕青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一举一动就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。张慕贤，我念在我们相识一场，之前你闹小区闹机场，我都没有跟你计较。但你一而再的挑战我的底线，伤害我的妻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律师函明天会送到你手上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张慕贤，你个臭娘们，老子让你出去弄钱，你跑到这里来勾搭野男人，还敢骗老子说孩子是顾氏的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个女人早就嫁给我了，是个有妇之夫。她就是个贱子，天天想着攀高枝，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的，还想骗顾家的钱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计划明明天衣无缝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只是想过得好一点。李亚飞，你永远都要跟我作对。是你，是你们算计我！你个贱人，你敢算计我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甜甜，我的女儿啊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妈，你说我到底输在哪里了？我比李亚飞长得好看，我跟顾氏在一起3年，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他最后选了李亚飞，不是我？因涉嫌诽谤、寻衅滋事，不仅要面临刑事拘留，还要承担对顾氏集团的名誉赔偿。原来李亚飞说的是对的，付出真心才能收获真心，玩弄算计，终究只会反被吞噬。这世间最公平的因果，我用1辈子才终于读懂了，只是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